这个视频是把罗头示波器上位机软件里头的各个功能块的和文件存储和读取相关的部分单独做一个视频来讲。大概分了几个块。第一个是说像这个是保存设置、保存配置吧，这样或者是读取配置。那这个也是抽象起来就是一个文件的存取和回读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像现在这样，那为了录屏为了录屏方便看，我们要做成高分辨率模式高分辨率模式其实波形会更细腻。我用峰值模式把所有的毛词都显示出来，因为这样看得更清楚。那我比如说我当前的配置，假如说我现在要测一个信号，比如说固定模式的，我每次都要这样子测这种类型的产品。那比如说我现在是0.2毫秒一格，那 A 通道是1伏 ，B 通道也是1伏每格。好，假如说是这个样子的，那当然还有其他配置，什么DC 耦合、AC 耦合这种的我都忽略了。假如说就这三种，以这三种为例，那这时候的配置我可以把它存下来，然后在下一次我来测这个产品的时候，我直接把它打开就好了，就不用下次测这个产品再挨个去设置一些很细碎的一些功能。那这时候就是这个 setup 这个功能比如说我存到一个目录下，我起个名字叫配置1吧 ，configuration 比如说是配置1，我就存好了，它就把我的当前的配置就存下了。比如说我要测，为什么你需要这种操作了？那一定是说你会有几种模式的测试。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有测产品2，比如说我要改一下配置这个比如说是这样子的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位置给它放到这儿。好，假如是这种情况假如是这种情况，它跟测产品1又是不一样的了。那这时候我就把它存成那一个我给它存成2。我又存了一种配置。那我们现在举的例子是2种不同的配置。那比如说我下次又要设置要测产品1了我直接就在这里头 load 一下就行了。我刚才存的设置1，好，它就把我的刚才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配置1的情况时间档位这种的各个位置，它就直接一次就设好了不用你人工的去设很多地方，人工的你需要有很好的记忆力，或者你要对照一个 SOP 表去很繁琐的去设，而且你漏设掉一个，你有一行忘掉了，你可能测的结果就跟以前的执行标准不一样了。那这种自动的就会很方便。比如说我现在又要测第2种产品了，我把配置2 load 进来，好了，它就自动的恢复成你第2种。当然你可以存很多，你有10几个也无所谓，你可以测很多很多的配置，然后把它保存成配置文件，然后在需要的时候你把它 load 进来打进来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就有点像批处理命令一样存着一个批处理命令这是一种就是这个部分它的功能是我们这个功能其实就是录制和回放，它是把你就是采集信号、观察信号、分析信号的过程中采集到的这些数据全部会录制下来，然后存储下来成一个数据文件，你回头可以发给别人，只要他有上位机他不一定要设备，或者是你回头在别的时间然后把它调出来，能把当时的情况完全回放出来。那这个不是像录制视频一样，不是像录屏，我现在这样录屏，或者是把它拍成视频，因为拍成视频它是没法再操作的这个是录成原文件的，是原数据的。它的功能块是在这儿你只要点一下这个，它就比如说你现在是正在采集实时的观察波形，你点一下这个，它就把这个过程录下来了。当然录的过程中你不能改变它的
设置，比如说你把时间档位、电压档位去乱调啊，这个它是记不过来的，因为它要你每次调整一下，它的硬件指令相关数据什么的都会乱的。它录制过程，比如说你就固定好，我就在这个档位上、这些档位上来观看这个过程啊，你就把这个它就会可以录下来。有几个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是设置啊，你要录多少帧啊，是在这儿设的，最小是10帧，最大可以是450帧，这个已经很大了。1帧是什么概念？我把缓冲区打开啊，1帧就是这整个缓冲区的所有的数据。那其实你显示的这个屏幕，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屏幕并不是1帧，它是，我把它停掉啊，它是这个缓冲区里的一部分，这个白色方框的这个部分，屏幕里显示的只是这个部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波形显示区只是这一部分，那剩下的整个的部分其实是一个缓冲区啊，因为你可以在缓冲区里去前后去看，左右去看，都是在缓冲区看。那整个缓冲区，这个整个缓冲区的数据才叫1帧数据。继续，那这里面最小10帧，最大450帧，那到底是录了多长时间？这跟你取决于你当前选的时间档位。比如说你现在是0.2毫秒，它代表一横格0.2，那一整屏幕它就是2毫秒。那2毫秒在整个的一个缓冲区可能大概就是2倍吧，大概可能是4、5毫秒的样子。那你比如说10帧，那就是40、50毫秒啊。那450帧呢？那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你需要录的时间越长，你可以调整这个，调整它来取得你的时间长度。你也可以把这个每一格的时间跨度选得更大一些啊，它的时间就更长一些；选得更小一点，录的时间就更短一些啊。大概是这样子。这边会显示你当前设的是多少帧啊？比如说我选15帧，它就变成15啊。比如说我去小一点啊，比如说58帧，它就是58帧好。然后这边是设保存路径，那它是默认的，会有个默认，就是你的程序的根目录啊。你也可以设定一个你的文件夹，比如说你建了文件夹，我所有录的东西都存到那个文件夹里也可以。或者你选择这儿，就说你每次录的时候，它会要保存的，它会弹一个框，让你临时选择一个文件夹，每次都询问你好。那我们就默认在这里就好了然后你点这个，我们现在是58帧啊，它就会闪动，这有个进度条啊，它会一帧一帧的记录，全把数据记下来，一直到58帧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说，我已经存好了，放在一盘的这个目录下的一个什么文件名，那它的文件名的后缀就是你的设备型号啊。但是你看它文件名其实是年、月、日、小时、分、秒啊，这样就保证你每次录的，其实你通过文件名就能看出来你是什么时间，哪年哪月哪个小时哪天啊哪分钟哪秒录的。他们每次录的时间不会文件名不会重复，而且有意义，就是让你能知道说这是当时什么时候录的文件啊。好，这已经录好了，他告诉你已经录好了啊，这个进度条已经到头了。好，这是录制的过程。那比如说为了不混淆，我其实把它的信号去掉了啊，这是我手干扰。比如说我把它的信号都给去掉了，现在没有信号输入。那我回放的时候，其实是在这儿选择。刚才这是我之前录了一个，然后刚才也录了一个这个是我刚才录的。我把它打开，看背景的颜色会变，就是为了和你实时采集区分。那这个就是在一帧一帧的回放你刚才录的样子，因为我现在实时的信号已经去掉了，这你看到的这个信号就是刚才录的这个信号。我可以在这儿停止停止它就停了。然后你看到这个数字是43，就是说我一共有58帧，我现在在回放第43帧。那我其实想看一下前一帧是什么样看第38帧、37帧的时候样子我也可以往后看，我也可以往前看这是第35帧。那它跟录制视频不同的是说，我其实这是原数据，其实你停了以后，其实就跟
你当时的录制的那个数据是一样的比如说往前往后拉一拉我想看当时的这帧数据的什么位置，然后比如说这个数据我看不清楚，我给它把它放大一下这个位置我要看一下这个位置都可以。那视频是做不到的，你录制视频是做不到，那这个是录的原数据就可以做到这种我可以看在后面的几帧你还可以继续恢复它运行它会继续运行，然后完全停掉，那就是这个我放弃了，我不要看了它告诉你说你已经回放结束了，这又回到那个实时录制的实时采集的情况，我可以用手触控一下它这是我手上的干扰信号杂波那这个就是你的实时的情况。那你可以任意的，我看一下我之前录制的一个波形这是我之前的一个波形，是一个单通道的，只有 A 通道开了 B 通道没有的一个波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波形。我可以听到它的33帧，我可以前后拉动看一下我也可以看一下放大看一下局部还有一个功能是把我们比如说当前屏幕我现在已经暂停了它是把我们当前屏幕的波形存成文件，存成文本文件。那刚才前面提到了说这个红色的区域是整个缓冲区的这样一帧数据，这是整个缓冲区的数据。那我们当前屏幕显示的只是这个局部就是你看到的这个。那比如说我突然在我当前屏幕上看到了我感兴趣的波形或者是数据的话，我把它暂停，这时候这边会有一个保存文件的一个快捷按钮你只要把它点一下，它就会让你选择存到哪个目录下默认就是你的这个可执行文件的根目录它也是一样，它会把你的型号写在前面，然后是 data 是数据，然后把日期和时间写在这儿，后缀是 txt 就是一个文本文件然后你一保存，它就把当前屏幕显示的这个波形的数据电压数据每一个采样点当然你是2个通道它会写2列一个通道它会写1列，每个采样点按照时间间隔给你排下来，就是这屏幕的所有的数据都会给你显示出来那我们打开看一下，当然这个是没法回放的是你存成了 txt。 那其实我们在 Windows 下，所以你只要用 Windows 自带的记事本或者是什么打开就好了。我们刚才存的是这个文件我打开，那你会看到它前面会有一些前缀就是设备的型号是什么，然后你存的时间，然后当前存的时候的采样率是多少，然后你是这个是就是每个点都存，如果你隔一个点的话，它可能这是2你隔几个点来存。那通道 A 看这一列是通道 A，CHA 这通道是 CHB 这边可以很多又可以很多数据。那这时候你因为之所以用 txt 文档，是因为它的兼容性是最好的，你在任何的系统上，任何的文件系统上 txt 都可以打开即便是你没有装 Excel 没有装其他的东西，或者你甚至是没有装我们的上笔记软件都可以打开你只要是有一台电脑基本上都可以打开如果有些客户说他比较喜欢 Excel 其实你可以这样，我们当然后面会现在的版本我们还没有支持 Excel 其实后面我们可以加上这个功能。那在没有加上之前你其实可以这样子，你只要全选就好了Ctrl C 然后我们打开一个 Excel， 文档把它粘贴上就好了，Ctrl V 它就存到 Excel 里头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拉到最后大概有7K 个数据7000条数据，然后这里面每一个都是它的采样点上的电压，比如说这一列是 A 通道，那第一个采样点是0.605伏，然后这样子
那我们刚才看到它其实是一种方波哈，方波看的。看数据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是一些方波，高低电平、高低电平这样在跳变。好，那因为它，比如说刚才看的是 A 通道，高的正向的是0.5伏左右，负向的是负0.9伏左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波形，它把数据全都记录下来了。这是保存成文件，你也可以保存成图片，就是这个，你只要点一下，它会也是让你选路径哈。你比如说我们存放在这个路径下，它默认的也会把文件名给你记好，型号，然后 image 你就知道是图片，然后时间时刻，然后是 JPG 文件，好，你点保存。我们再看一下，那就是看一下存到哪里了，存到这儿了，刚才我存到这了，这个文件。那是这个文件。还有一部分跟文件存储和回读相关的内容是，多点测量这边。好，我们现在把多点测量开了，关起来，默认是关的是这样子，就是你采集了一些波形，然后你把多点测量打开的话，那其实它会在一些转折跳变点上给你标注上点，然后自动给你列出来。比如说通道，我们暂停一下，比如说通道 A 的0号点、1号点、2号点、3号点。好，这边会列0号点的时刻、1号点的时刻、2号点的时刻，那它跟前面一个的时间间隔也都会给你列出来。当然 B 通道也是它会列出来这些列表一些跳变点的时间信息。这时候你可以导出这个列表，比如说它也会自动的用名字给你命名用时间给你命名。默认保存的还是可执行文件的根目录下，那这时候其实就把你的这些就导出了。我们再看一下，它应该存到这里面了，应该是这个文件。打开，对，这个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通道 A 的0号、1至18个点，这是 A 通道的时刻。还有任意2点之间的间隔，它距上一个点的时间间隔B 通道的这个文件。还有一个和最后一个和文件存储和读出相关的是这个比较波形比较比如说我们默认是在这个，我们默认是这个界面，它是在这个标签页里头，默认是关闭的。我们如果打开的话，这些功能都被解禁了。那它在这边可以选一个波形文件标准波形，比如说我看我放到哪里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文件夹里放了一个 reference， 你可以起一个自己的名字的文件，放你自己的标准波形。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放了一些标准波形，比如说我想跟这个波形比较，我把它打开就好了，它就会导入到这个里面来然后这边会有一些控制它的上下移动、左右移动比如说我如果拿 A 通道跟它比较可以这样子，那波形来相互比较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横向放大、纵向放大，然后水平位置这样调，然后对比。你这样看波形比如说这样子这么宽，你就可以对比你。当然这个只是举个例子，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例子。当然你可能会调一个，比如说你是期望波形的一个标准波形，然后跟你实际采的波形比如说这样跟你实际采的波形去这样子对比然后投到这里头，然后对比看你的波形跟它的到底是有相位差、有幅度的差异，还是有形状的差异这是一种。当然你也可以，如果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它太干扰你眼前的这波形，你可以把它的
透明度调低啊，这样能看清就行了啊，调高、调低啊，刚才也说了上下移动。如果你觉得它是彩色的会干扰你的视线，可以给它调成灰度的。这个也是，这个当然虽然没有存，当然你可以自己截取你测的波形作为一个标准波形存成图片，这个我们前面提到了啊。然后你可以在这儿保存，然后你可以把它存成你的标准图形，然后起好名字以后，在这儿直接把它调进来，把它导进来就行了，好，导入进来就可以了，然后做波形的对比。